大家好，今天呢，我来讲一下如何去创作这样一幅圆形的在卡纸上的一幅画作。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布局，就是初学创作，那么需要提前进行一个布局。比方说，我们的主体是葡萄，对不对？那葡萄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最重要的那串葡萄放在哪儿呢？那比方说，我们这一张圆形卡纸，我们进行一个分割横向的进行一个分割。竖向进行一个分割，那么它中心点是在这儿，注意中心点是最中间的，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要画在中心点，而是说呢，要画在偏左或者偏右，就是1/3的位置是黄金分割点。那么横向的1/3在这儿竖向的1/3在这儿，所以说呢，这个点其实是一个横向和竖向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黄金分割点。大家记住，最重要的点不是在正中间，而是说呢，画面的1/3处是最重要的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点，也是最美的一个点。那么我们一般画呢，画在这个位置，也符合画面的一个阴阳变化，就是它画在这儿，这儿是主要的，这边呢我们可以再画一小串，主次就分明了那么我们画的时候，记住优先画在这个地方，或者是画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黄金分割点是吧？上面这儿也是一样，这边也是一样。那么4个点都可以进行主体的刻画。那我们今天呢就画一个比较新鲜的构图，可以呢画在这边从这边开始画，这边是1串，这边呢可以画2串是吗？非常重要的，这边呢可以再补上一小串上下有一个呼应。构图的话呢，可以类似这样一个对角线的构图，就可以了。提前呢在脑海当中有这样一个大的构思、大的构想就行。具体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画面去进行细微的一些调节和变动。那今天呢，我们主要以这种紫葡萄为例，调颜色呢可以调成牡丹红颜色，加上呢花青颜色，再加太白颜色。那我们调色的话呢是一样的。其实我们这个创作呢，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面去进行这个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打磨说是在创作，实际上呢也是在练习基础，对吧？那不断的去把基础打牢、打扎实调色呢用水去调。大家其实一边创作一边可以回想之前分开练习的那些知识点。调颜色怎么调？先调红，红调的多一点。红的话呢，我们用的牡丹红，曙红色也是可以的。先调牡丹红，调开之后再调花青，花青色呢适当少一点。牡丹红多，花青少，这样这个紫色嘛，它就自然而然的发红而不是发蓝。第一层葡萄粒呢，我们让它发红一些，很自然的去画它。画好这个之后我们继续盘子边缘刮一刮，进行一个简单的告笔的动作调在这边进行一个简单的告笔动作，多余的水分刮回去，然后呢再在笔尖上再调太白颜色。看大家把这个呢掌握熟练，把这种绘画方法、调色步骤掌握熟练之后呢，再进行创作的时候会发现非常简单，也非常顺手。小画咱这么调，大画也是一样的办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儿来画上一串吧。最主要的怎么画呢？葡萄长在藤蔓上的都是倒三角的，所以说呢，我们画的时候注意葡萄粒的分布，先从下面的葡萄粒赶着往上面去画。那么这是一颗往上面去长的话呢，越往上面的葡萄粒我们就让它越浅。看笔尖上不断的调水分笔尖上不断的加水分，那么它的葡萄粒的颜色呢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变浅，对不对不断的加水分。其实葡萄嘛，这种可以是一直加水，也可以呢调一笔画出2粒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就是说每一粒葡萄都加水，那么出来的效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呢是非常的变化多端的。因为越往上面画，我们这个画的其实非常有规律性下面重上面浅，非常具有这种规律性，也非常具有这种变化性。它的过渡呢
不是生硬的，而是非常自然的啊，慢慢的它就变重了，对吧？它是自然而然变重的。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啊，轻轻的这样一夹，哎，轻轻这样一带，那么这边对吧，1/3的地方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就画的差不多了呀，对吧？它形成一个倒三角的这样一个曲式，这样一个变化。那么画好这倒三角形状之后啊，咱还不够啊，因为呢一串葡萄的话，单纯倒三角显得就有点太生硬了。我们呢还需要在倒三角里面找到更多的变化，像这些地方凹进去的地方，千万不要填满它，这些地方千万不要填满，并且有些地方啊，我还要刻意的给它凸出来一些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啊太平了，怎么办啊？我这儿加上一颗葡萄粒，有没有发现突然间这儿就多了一个凹进去的？凹进去不是说要把这儿给它去掉，而是说呢，在另一个地方给它多加上一粒，它自然而然就有凹进去的感觉了，是吗？所以说有时候大家画画要灵活啊，把这些方法灵活的去应用。上面多，下面少啊，倒三角完了之后呢，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们怎么画来着？啊，调这个颜色，在这颜色基础上呢，多调花青。注意啊，我调花青的时候，其实我也又适当多加了一点牡丹红，对不对？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调色呢，它这个颜色是发蓝的，并且说呢，颜色呀还非常的重啊，还非常的浓。所以说调色不仅仅是加了花青那么简单，而且呢，在里面啊还调了牡丹红进去。这个颜色又重，然后呢又蓝啊，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重复之前的写生的教学了啊。画的时候呢，全把它画成半颗的，因为有遮挡关系嘛，因为存在遮挡关系，所以说呢，第二层啊全画成半粒的，对吧？全画成半粒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画画要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像这些地方呢，我们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调整它。哪个地方啊葡萄粒少，加一加；哪个地方葡萄粒多，露出来葡萄粒少，哪个地方露出来葡萄粒多，我们根据自己的一个对生活的把控，以及呢对自己画面的一个审美能力进行一些调整啊。这个地方也加一加，对吧？这些地方都是加上半粒的就够，全把它加上半粒的，全把它加成半颗的就可以了。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全加成半颗的啊。注意中间这些地方呢，要进行一个填补啊，要进行一个填补。边缘全画成半颗的，中间这些呢，要把它填补完成。看似是一团是吧？看似是涂得很平，实际上呢，细看的话也是有一粒一粒的分布的，就仔细看是可以分得出粒的啊。看似是一片，实际上呢，我们画的时候是一粒一粒画出来的。那么给观者的感受呢，它也是一粒一粒的。远看是一片，近看的话呢又有细节，这就是中国画的精妙之处，也是我们这种画法的独特的地方，对不对啊？手全把它画成半颗的，那这样的话，这一串葡萄嘛，就已经出现了，已经非常厚重饱满的一串就可以出现了。那么画好这一串之后呢，我们开始进行第二步的一个调节啊，可以呢调一个3绿色。那我们这个颜色啊，大家注意一下，可以呢直接用3绿色，比如花青藤黄加3绿是吗？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变一种思维。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啊，大家记住一点，就是说呢，我讲的这些内容是根据我的审美然后去创作出来这个画面。大家呢是可以在我创作出来这个画面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深层次加工的。那比方说，我不加藤黄和花青行不行啊？对吧？大家有时候可以去打破一些固有的思维模式。那老师讲了花青藤黄那如果说我们不加花青藤黄，我直接用3绿颜色行不行啊？对吧？其他不变，我就是把颜色给它少2个，我直接用3绿行不行呢？来试一下啊，对吧？
中间这根主串是一样的不变的，两边的一些小串。我们这样画下来之后，大家是不是感觉也没问题，也是可以的呀？只不过呢，颜色好像更加鲜艳了一些，对吧？更加鲜艳了一点，甚至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这儿会说：“哎，老师比你之前那样讲还好看，对吧？”审美不一样，有时候呢，大家的审美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审美习惯是有所差异的啊。因为审美如果说全部都一样了，它就缺乏创造性了嘛。我们每个人的审美、生长环境啊、生存环境，包括呢对一些事物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除了学习我们课上的，我也会对大家进行这种引导。大家呢可以呀，产生自己的一些思维模式、一些特点，是吗？如果说觉得老师讲的哇都好，那全学老师的没问题。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想法，你说哎老师我能不能这样画？那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进行尝试，因为我们的艺术啊是可变的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它是可以进行变化的。这样画好看，那样画也好看，那么就看你呢能不能把自己是心中那个认为最美的东西把它画出来就可以了。你看，完全嘛，纯三绿色画出来之后也是非常漂亮的呀，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稍加点藤黄，稍加点花青，调了葡萄梗的颜色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啊，艺术的话，它不是1+1啊就必须等于2，而是说呢，有时候啊1+1它可以等于11，是吧？1+1不是等于2了，1+1画画当中嘛，它不就是11嘛，对吧？所以说思维可以更加开放一些，那么这样的作品呢，出来效果会更好。那么大家呢，就是关于学习，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思考啊。前期的话，可以主要跟着老师的思维去走啊，后面等自己主要创作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我们平常给大家讲的这些关于国画艺术的这些审美的一些特点啊，以及艺术的一些特点。好，那这是一串，我们在上面呢加上一片叶子，加叶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笔尖上调墨色，找一根点墨成金大号，笔尖调墨色，笔肚呢保持一定水分。调好之后，我们在这边来画上这样一片叶子，看画的时候呢，一大笔按下去，两笔啊小一点，再两笔呢更加小一点，这就是一片叶子。这边呢我们再加上一片叶子，看一笔啊，两笔，三笔，四笔，五笔。注意啊，我们这个边缘就像我们纸的边缘啊，因为卡纸它有一个外边有一圈这个黄色的东西是吗？我们尽量啊，黄色的不要画上东西啊，我们就卡着这个纸的边缘去画，看没有晕出去，不要让它晕的太多，尽量不要让它晕出去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哎，这样画出来啊，它这个圆形啊，它本身就像装了一个小画框一样，会显得非常生动啊。大家不要说平常刻意给它画出去啊，它就破坏整个的一个这种卡纸的一个效果了。调点水分，我们再画上一些浅色的叶子，看1、2、3、4、5，感觉不够浅，涮一涮毛笔啊，调一个淡墨。这边呢，我们再来上一片1、2、3、4、5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是故意找茬的，是吗？故意找什么茬呢？就是故意找这些变化呢，感觉它不够啊，怎么办呀？我就涮一涮毛笔，它不够浅，我调了一遍颜色啊，不够浅，怎么办啊？我就把它涮掉，我故意给它找点事儿干啊，找点这种变化出来，就是这样的啊。大家画画也是一样，没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刻意找一些变化出来，感觉啊，就是说不断的去创新啊，不断的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大家观察生活也是一样，有时候出去游玩啊，看看真实的葡萄啊，看真实的一些景色啊，哎，都可以刻意的去发现它们一些不同的美的地方。哎，我们调一个笔尖，调点这个浓墨啊，画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葡萄串先连上它，哎，从这儿穿过来，这个葡萄串嘛，从这儿穿过来。再从这儿呢又穿过来一根葡萄串啊，葡萄藤，哎，它有上面的有下面的啊，这种前后关系给它穿过去啊，其实就是连接的作用吧。说实话，它的葡萄串就是
在整幅画面当中就是起到一个连接的效果，连接的作用，是吧？就是连接，把这些叶子，把这些葡萄连接上了，它没有其他的一些作用了，就是这些作用。但是葡萄串呢，之所以大家觉得难，是因为基本功，不是那么太扎实。基本功需要练习用笔，需要练习控墨。就是我想让它粗的时候，这根线条啊它能粗下去；我想让它细的时候，线条它能细得起来。这就考验我们的一个控笔能力。为什么我们学画经常要先从兰花练起啊？先从竹子练起啊，是吧？为什么要从这些地方基础题材练起啊？因为兰花的叶子它就是在按提炼，你兰花练好了，你提按就能掌握住了。那你再画藤蔓，它是有互通性的啊，就是说学习嘛，它还是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律的。就是说学画啊，其实怎么说呢？按照课本体系来学，大家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串联在一起的，它不是独立的，它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把它们呢再加一加，再练一练啊。当然，你说我就喜欢葡萄，我单独练葡萄行吗？也没问题，因为葡萄当中它也是存在提按啊，对吧？葡萄练会了，你再练兰花，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呢，就是相对来说啊，会有一些地方啊，会走的比较吃力一点，都是可以的。点上它的胎点啊，藤蔓上有一些小的胎点，哎，就这样轻轻一夹吧。叶子、葡萄，一幅画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感觉、大的效果了。感觉这个画面啊还不太够，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调节嘛。那比方说我们在哪儿呢？在这个地方再加上一串葡萄。这个地方如果说加上葡萄的话，那么这边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够啊。我可以呢在这儿再加一片叶子。大家注意，这个是我在完全创作的一个状态啊，创作的一个过程。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创作的时候我是怎么去思考问题的。这边我觉得我想再加一串，那么我如果说在这儿直接加一串的话，那它上面是不是没有东西可以长在上面啊？那这种情况呢，我就在这儿长个叶子，哎，把这儿呢连接上一个藤蔓，看连接的作用就出现了，是吧？就是连接它们啊，连接一片叶子之后呢。把它叶脉给它加一加，哎，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怎么样？我就可以现在啊，我就可以在这儿加上一串葡萄了。加的时候一定要小，因为左边这个葡萄已经非常大了啊，非常的饱满。那么右边这串葡萄呢，就要加的小一些啊，加的稀疏一点。笔尖我们来点太白啊，调色方法不变啊，因为都是紫色葡萄嘛，调色方法我们不变。然后呢，在这儿加上一串小葡萄，露出来的非常少。这串笔尖调点太白水分笔尖加水分。这边呢只是露出来这么一点点的葡萄这边呢，对吧？是一串非常小的葡萄还不够啊。这边是一串，上边我们之前已经想过这个问题，说上面也要加一串，顺势呢把第一层我们都加上去直接笔尖上加水分就行。这个葡萄串注意葡萄的藤蔓我们直接压上去就行，不用去避开它，直接在这个墨色上直接压上去，因为我们调这个颜色很浅不是那种太重的颜色，所以说呢直接压上去就行。压上去之后，这个颜色因为太浅所以说它自然而然颜色是后面的葡萄藤在前，这个是不用过多考虑的，对吧？第二层加上了，第二层第一遍颜色加上之后，开始画它第二层。第二层的话呢，调好这个颜色，完了之后呢，再画第二层的葡萄嘛。哎，第二层葡萄注意我们可以呢不要调的这么太重了，稍浅一点的颜色。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我画这个第二层我画的颜色就没有那么太蓝太重，我画的这个颜色呢是稍微重一点，比第一层稍微重那么一点就够了。哎，这个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要突出层次感吗？哎，这个就要讲到一个整幅画面的一个层次感比方说我们这个
第一串葡萄它在前面，所以说它的层次感，我想把它刻画的更加生动一些，更加这个多一点。那么它的层次感呢，自然而然就对比强烈。这个葡萄呀，在它的后面，我不想让它太突出，不想让它太抢眼，怎么让它虚化过去啊？怎么让它不太突出啊？就是平一点嘛。哎，大家经常会遇到画面发平，怎么就平了呀？因为对比不够强烈嘛。哎，我们也可以呢，运用好这种平去进行创作，可以呢对比不让它那么太强烈。等它干了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个颜色没那么太强烈颜色是比较平的。那么这种状态下呢，刚刚好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看这个对比强烈，这些呢这两串对比弱自然而然就起到了一个虚化的效果。好，我们紧接着呢，再刻画细节加上这个三绿，画上它的串，完全没问题啊。三绿色也是很漂亮的调起来颜色了还省事儿是吗？所以说大家记住我们画画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玩、很放松的事儿，也是具有研发精神的。就是说呢，可以去思考问题可以去玩儿可以去尝试，大胆的去尝试它。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给它加一加。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感觉还不太够是吧？画面感觉好像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有一点不太够，就是说呢，有没有发现这叶子太重了呀？对吧？叶子很重，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三绿色。当然我是有一点点小的私心，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在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在刻意考虑到整体的画面我是提前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画的葡萄串是这个三绿的，所以说呢，我想在其他地方也加上一些三绿作为一个呼应，所以说呢，我画叶子的时候刻意让它墨色用的更加浓一点，甚至说用到了浓墨。有点偏焦墨的状态。那这种状态下呢，我调了三绿之后，后期我想把它做一个加工点上一些这个三绿点儿，出现一下类似泼彩泼墨的效果，有些点大，有些点小。这样去画的话呢，就是画面它这个反而会更加灵动，增加了一个层次，对吧？就这种状态。有点大，有点小的当然注意画的时候呢，它不是随便乱画的，它是有聚散的。看有点大的，有点小的有大有小，这样去点它，把这个重颜色的地方多点上一些，浅颜色的地方就不要再点了，浅色就没有必要点了，重颜色这两三片点上一些就可以了不要全部把它点满根据自己的审美，还是那个问题，根据自己的审美，我这儿点上两点，我觉得好看就像我们平常女孩子可能装饰一些是吗？装饰物，你看我戴个手链或者我戴个什么耳环之类的，我们男孩子可能戴个手表，我戴在手腕上它就好看，我如果说把手表戴在脚腕上，它就显得很怪怪的。我们画画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画面我戴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个点儿点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好看。我如果说把这个点儿点在这个地方，当然大家如果说觉得好看，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说，你说我点完之后，真的很好看，很新鲜的一个动作，很新鲜的一个感觉，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咱绘画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审美标准。一幅作品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达到自己非常喜欢在自己的非常喜欢的这个前提下那么呢，再去进行进步。当然，说实话大家如果说这个审美随着水平的一个提高，审美提高之后，想要达到自己喜欢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就是总感觉自己的画面当中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会有很多毛病。想要达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其实是很难很难的。那么正因为这种难，我们才能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创新嘛，对吧？这就是我们国画
这节课呢讲了一些关于就是说我们一些创作上一些关于画画的一些事儿。好，我们最后呢再给他提上个字呗。题字的话呢，可以选择题在这边啊。最后呢，我们提个字比方说就提一个秋收图，对吧？那其实你像这种点完点儿之后给人感觉就像特别像秋天的感觉，就提个字叫秋收。壬寅2月一得做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再扣一个印章。好，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幅秋收图我们就完成了。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